出差半年回来，妻子一见面便扑上来提出想要个孩子。这一突如其来的请求却让我心生疑虑，她是不是已经怀有身孕？该不会是想让我接盘吧？毕竟我长期在外，她若将其他男子带回家中，我也无从知晓。为了验证妻子的忠诚，次日我便在家中每个角落都安装了隐蔽摄像头，随后以公司临时安排出差为由，住进了我家对面的酒店，通过手机屏幕监视家中的动态。连续3天，妻子的行为都和平时一样，直至第4日，她精心打扮后开心地出门，我当即怀疑她是要去私会，于是我通过手机摄像头的放大功能，紧紧盯着小区大门。不多时，我便看到她的身影出现，我悄然尾随，最终却见她步入菜市场，心中顿时一松，看来可能是我冤枉妻子。1小时后，她提着满袋食材返回，我回到酒店内继续观察。画面中，她放下手中的菜，便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多久能到？还有3个小时。行，明白了。是谁要来我家？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盯着监控艰难地熬过3小时，敲门声终于响起。妻子欣喜地去开门，只见一个男子进入监控画面，看清那人面容的瞬间，我如遭雷击，竟是妻子公司的上司纪伯成。看着2人谈笑共餐，亲密如夫妻的模样，我只感到头脑欲裂。此刻真想冲上前将那对男女痛揍一顿，但理智压住了冲动，必须等到确凿证据。半个小时后，他们吃完饭走进卧室，准备一起休息休息。此时我虽怒火中烧，脸上却平静无波。我笑了，笑容里尽是苦涩。我拼尽一切挣钱，只为给他一个安稳的家。为了攒够20万的首付，我尝遍艰辛，终于买房结婚。可才过1年，他竟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盯着手机里不堪的画面，我的嘴角缓缓扬起一丝冰冷的弧度。随后我退出监控，用新办的电话卡拨通了报警电话。我要报案，御景花园小区6栋703室，似乎有女性正在遭受。我听见微弱的呼救声，请你们尽快赶来，再晚恐怕有生命危险，请务必保密我的身份，我担心歹徒事后报复。挂断报警电话，我立即又拨通了媒体的电话。这里有个大新闻，御景花园小区6栋发生重大案件，请立刻赶来。不等对方多问，我便挂断电话，在车中点起一支烟。刘芳，我连自己的名声都搭上了，咱们慢慢玩。我再次打开监控中那不堪的一幕，边看边低声评论：长相一般，身材不如我，不过好歹是个公司老板，也许比我有钱。刘芳，你要是为了这就背叛家庭，那我真是瞎了眼。不久，数辆警车来到小区，警察上楼后，小区居民也纷纷围观。随后，那名媒体的记者也带着摄影师出现。我笑意越加的浓烈，笑着笑着，眼角滑下几滴泪。约半小时后，警察带着衣着整齐的刘芳和纪伯昌上了警车。机灵的记者混在人群中拍照，围观群众也纷纷拿起手机拍视频。我听说是入室侵犯啊，这男的可真是败类。你可别胡说，你哪来的消息？我告诉你们，那女的就住我楼上，她丈夫经常出差，她老公不在时，我常听见楼上有那种动静，分明就是在偷情。哎，这事儿我也知道，本来想找机会告诉她丈夫，现在看来她丈夫肺都要气炸了。我确信他们2人彻底出名了，而我也将在这次事件中成为受害者，目的已达到，接下来只需等待警方通知家属领人。我迫不及待想看到妻子面对我时的表情。回到酒店不久，便接到警方的来电。这里是汉州市公安局，请问是王先生吗？我一脸得意的微笑，语气却故作困惑。请问有什么事吗？我们接到报警，称您老婆遭受侵犯。我急忙打断对方。你说我老婆出事了，你没弄错吧？你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先生，请您冷静。我老婆叫刘芳，你确定是她？那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警察2次被我打断，这次他的语气很重。先生，请先听我说，您老婆并未受到侵犯。我故作释然。那就好，那就好，幸好刘芳没事。但她出轨了，经调查，双方属于自愿行为。警察这突兀的一句让我沉默良久，假装深受打击。但隔壁老王的我被隔壁了，也确实很受打击。王先生，你还好吗？我们知道这难以接受，但你千万要想开点。我的声音透出苦涩。我没事，只是这消息太突然，我需要消化一下。另外，这件事没告诉我岳父母吧，他们年纪大，身体不好，受不起刺激。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抱歉，我同事刚才已经通知2楼，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我嘴角微扬，假装着急。我马上过去。挂断电话，我将手机丢在一旁，仰面躺下。刘芳，看你怎么面对你父母。记得你父亲有心脏病吧？不知会不会被你气到。冷笑一声，我开始思考稍后该以何种态度应对，直到深夜11点，我才动身前往警局。一下车，我便装作焦急万分的样子冲进观察室，神情间压抑着怒火。刘芳眼神空洞地坐在椅上，一看到我来，她羞愧地低下头。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她想躲，却被我牢牢抓住。老婆，你跟我说，是我对你不够好吗？刘芳依然低着头不说话。这时电话响起，我看了一眼屏幕，爸妈打来了，
你可以不愿意跟我说，但想想怎么向他们解释吧。我走到一旁接电话。什么？爸心脏病又复发了，我这就带刘芳过去。回头见刘芳还在发愣。你还愣着干嘛？走啊！你爸都进医院了，我们的事回家再说。路上，我摇下车窗，让冷风吹进我的身体，忽然问道：你是不是怀孕了？刘芳默然望着车外，仍然一言不发。如果还想继续过，就把孩子拿掉。我不相信他是我的，也不可能替别人养孩子。刘芳依旧沉默，这一连串的打击估计她一时难以承受。抵达市医院，见到在急救室外的岳母李翠花与刘芳的大伯，我快步上前，语气紧张地问道：妈，我爸怎么样了？有生命危险吗？李翠花抓住我的手，满面愧疚。小王，对不起，是我们没教好孩子，让你丢脸了，真的对不起。妈，这事晚点再说，爸的手术费还没交吧？我先去缴费。李翠花拉住我，神色羞愧地说道：小王，我们怎么还好意思用你的钱啊？妈，你和爸一直待我如亲人，我是个孤儿，是你们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就算没有刘芳这层关系，这钱我也该出。我轻轻抽出手，转身走向收费处。岳母望着我的背影，欲言又止，愧疚难当。她走到刘芳面前，刘芳低头怯生生地喊了一句：妈，别管我叫妈，我没你这种不知羞耻的孩子。李翠花抬手狠狠扇了刘芳一耳光。小王这么好的丈夫，你竟做出这种事，自己想想该怎么交代吧。刘芳抓住母亲的手痛哭：妈，我真是鬼迷心窍了，原谅我这次吧。李翠花用力甩开手，不再理会她，坐回椅上紧盯着手术室。我交完手术费返回时，看见刘芳被晾在一旁的情景，我嘴角浮起一丝淡笑。我也没有理会她，而是走到岳母身旁安慰：妈，别太担心，爸不会有事的，费用我已交齐，后续不够我再补。李翠花既惭愧又感动：小王，是我们对不住你，就算你要离婚，我们也同意，手术费我们会尽快还给你。妈，这些事回家再谈吧。这时刘芳犹豫片刻，缓缓走到我跟前，突然跪下，带着哭腔对我说道：老公，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原谅我这次吧，我保证不会再犯了。我沉着脸假装去扶她。这是医院，有事回去再说。刘芳却哭着抱住我的腿，岳母起身对准她的后脑勺又是一耳光。起来，这是在医院，难道还嫌不够丢人吗？刘芳愕然地看向母亲，她本想借着亲妈在场卖惨逼我原谅，哪怕只是得到我一句敷衍的话，她也能看到一丝希望，却没想到亲妈竟不帮她。我心底掠过一丝讥讽她的心思，我清清楚楚，对于我这样一个连名声都不要了的人，怎么可能还会在乎岳母对我的看法呢？没过几个小时，岳父终于被推出手术室，我懂事地对着岳母说道：妈，大伯，你们也熬了一整夜了，先回去休息吧，我再守着就行。这怎么行？小王，你也累了一晚，先回去歇着吧。而且你和刘芳的事也该回家商量个结果。说罢，我也不再推辞，跟刘芳一起离开医院。刚一到家，刘芳直接跪在我面前：老公，我错了，再也不会了。我眼中闪过一丝厌弃。是我对你不好吗？还是说是因为寂寞难耐？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你的保证我还能信吗？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她，我经常出差，而她这样的女人身边自然不乏追求者，她自己也是希望有人能够深入了解她的。老公，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弥补一切，我明天就辞职，全心在家照顾你，只要你能原谅我。我推开他，凝视片刻，抬手一拳挥过去。刘芳吓得紧紧闭着眼睛，随着拳头落下，却没有任何动静。原来我卸掉了力道，改成了轻抚她的脸颊，并用一副温柔的神色看着她。这么多年我都没骂过你，又怎么会舍得打你呢？刘芳再次抱住我痛哭：老公，原谅我吧，别离婚，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看看你的表现再说吧。就这样原谅了你，我岂不是成了软蛋乌龟？刘芳闻言喜出望外，急切地抓住我的胳膊：我一定好好表现，绝不让你失望。我虽然没有明确原谅他，却也没有强硬的离婚，就是为了让他看到希望。因为我的计划还没结束，我抱起他走向卧室，却在看见那张床时停下脚步。刘芳立刻会意，急忙从我怀中下来：老公，别看了，我马上把床换掉。我没有理会他，转身走向阳台。刘芳知道我需要冷静一下，也没有追过来纠缠，她自顾自地叫人来搬走家具。只不过，即便是换了家具，我对她也没有了深入发泄的欲望。次日中午，我带着饭前往医院看望他爸妈。等我把饭菜摆放好后，他妈李翠花才皱着眉头问道：刘芳呢？他在外面，怕爸看见他情绪激动，没敢进来。
他要真担心他爸，当初就不会做那么丢人的事。我只微微一笑，好像并不起毛。他们用餐时，我坐在病床旁照料老爷子，恍惚间似乎看见岳父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再定睛一看，他已经睁开双眼。我急忙关切地凑到跟前：“爸，您醒了，有没有感到哪里不舒服？”岳母与大伯闻声也围了过来。刘芳在门外抬头张望，却不敢进来。李翠花急忙问道：“老头子，感觉怎么样？难受吗？”刘华强并没有回应我们，只是板着脸扫视一圈，随即愤怒地低吟起来：“好，我的亲生女儿还不如女婿可靠，我都快死了，他看都不来看一眼。”爸，他在外面，是怕您看到他生气，不敢进来。让他赶紧滚进来！我看了眼岳母，岳母也对我点点头，我才走出病房，将刘芳拉进来。刘芳见亲爹的面色严肃，害怕地低下头，细声唤道：“爸，别叫我爸，我没你这种女儿。”刘芳扑通跪地，瞬间泪流满面。爸，知道错了，您别生气了。我不禁暗叹，他这下跪动作倒是熟练。刘华强挣扎着想起来，但实在没有力气起身，转而看向我。小王，你替我扇他一耳光。我怔住，一时不知如何回应。我虽然很想动手，却怀疑这是老头子在试探我。刘华强见我半天没有动静，又再次激恼我：“怎么，连打女人都不敢？你还算不算个男人？”刘华强的话像一把火，烧得我心头滚烫。我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刘芳，又看了看病床上岳父那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全场安静的能听见点滴落下的声音。管他是不是试探，反正是你们让我打的，先打了再说。我猛然抬起手，咬牙切齿地盯着刘芳，手掌以100公里180迈的速度落下。刘芳闭上眼睛，睫毛颤抖。岳母李翠花别过脸去，大伯也叹了口气。然而我的手在空中顿了顿，最终没有落在刘芳脸上，而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再错，也是我娶回家的妻子。这一巴掌打下去，我和他的情分就真的断了。我说的诚恳，眼眶甚至微微发红。刘芳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我，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岳父刘华强怔了怔，随即长叹一声，那严厉的神色终于缓和，透出几分疲惫和羞愧。小王啊，是我们刘家对不住你。我摇摇头，转身去倒水，背对他们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同情、怜悯，早在发现监控画面那一刻就烧光了。此刻我心里只有冰冷的计划和即将到来的快意。1周后，岳父出院回家休养，我以方便照顾为由，提议让二老暂时搬到我们家住。刘芳自然不敢反对，李翠花更是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日子看似恢复了平静，我照常上班，甚至对刘芳的态度也软化了不少。她辞去了工作，如她所说，整天在家洗衣做饭，小心翼翼伺候我和她父母，晚上则睡在客房那张她迫不及待换掉的新床。我从未踏足，她以为赎罪开始了，以为只要足够卑微，时间就能冲淡一切，太天真了。我的反击才刚刚拉开序幕。我通过一些热心的匿名举报信和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成功让纪伯昌出轨下属妻子并被警察当众带走的丑闻传遍了他所在的行业圈子。他那个小公司本就风雨飘摇，主要靠几个大客户维系，而很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客户的项目对接人是我大学同寝的兄弟。1周后，纪伯昌的公司丢失了最大的订单，资金链骤然紧绷。又过了3天，税务和工商部门恰好上门进行了一次非常全面的检查。纪伯昌焦头烂额，打电话求爷爷告奶奶，自然也曾试着联系刘芳，而刘芳的所有通讯早就在我的监控之下。他每次看到纪伯昌的来电都想看到毒蛇，惊慌失措的直接挂断拉黑。我看着手机里拦截下来的通话记录和短信提示，笑了笑，将其中几条关键信息截图保存。一天晚饭时，我状似无意的提起，对了，今天听以前同事说，纪伯昌的公司好像快要倒闭了，还被人追债，好像还挺惨的。刘芳正在盛汤的手猛地一抖，汤汁洒了出来。岳母李翠花脸色一沉，岳父刘华强更是重重放下筷子。活该，这种道德败坏的混账东西，就该有这个下场。小王，这种人的事以后少提，脏了耳朵。爸说的对，我只是觉得善恶终有报，时候一到，什么都跑不了。我温和地笑着，给岳父夹了一筷子菜。刘芳脸色苍白，低着头，整个晚上再没说过一句话。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房电脑前，登录了一个加密的云盘，里面存满了监控录像的备份、通讯记录，以及我调查到的关于纪伯昌公司财务问题的边缘材料，足够让他在行业内彻底身败名裂，甚至面临法律风险。但我没急着发出去。一击毙命固然爽快，但看着猎物慢慢陷入绝境、挣扎、绝望，不是更有趣吗？我再等他自己先犯下最后一个错误。
我咨询了律师关于离婚和财产分割的事宜。在证据充分，我提供的监控录像虽涉及隐私，但作为出轨证据被法庭采纳的可能性很大。且女方是过错方的情况下，律师表示我几乎可以让她净身出户，但我告诉律师暂时不启动程序。我要的不仅仅是离婚。律师疑惑地看着我，我没有解释。有些惩罚法律给不了，只能我自己来。我起草了一份协议，不是离婚协议，而是一份婚内财产约定及行为保证书，里面详细列明，因刘芳严重违背夫妻忠诚义务，自愿放弃我们婚后所有共同财产，主要是那套房子的一切权利，转为由我个人单独所有。同时承诺若再有任何不忠或损害家庭利益的行为，需向我支付高额赔偿金。我把协议放在刘芳面前，签了它。刘芳看着那些条款，嘴唇颤抖。老公，这房子是我们一起攒钱付的首付，婚后也一起还贷。可首付的20万里，17万是我出的，婚后还贷的卡是我的工资卡。你的钱大部分花在了你的衣服、化妆品，还有和季伯昌约会吃饭的开销上吧？需要我帮你算算账吗？我语气平静，却像刀子一样扎人。刘芳瘫坐在椅子上。我签了，你就会原谅我吗？刘芳，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谈条件吗？签了它，证明你悔过的诚意，我们之间或许还能留下一点虚假的体面。不签，你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离开这个家，看看你爸妈还会不会让你进门，看看身无分文、臭名远扬的你，以后怎么活。他想起了医院里父母冰冷的目光，想起了邻居背后的指指点点，想起了纪伯昌自身难保的惨状。他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曾经对他百依百顺的男人，早已织好了一张无处可逃的网。他拿起笔，手指抖得几乎握不住，在协议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了手印。明天去房管局办手续。看着他如丧考妣的样子，我心底涌起一股冰冷的畅快，但这还不够。我无意中将那次警察上门记者拍照的事件原委，通过小区里某个大嘴巴的邻居之口，用更加绘声绘色、细节丰富的版本传播了出去。故事里，刘芳成了一个耐不住寂寞、主动勾搭上司的荡妇，纪伯昌则是利用职权潜规则下属的人渣，而我则是一个被深深伤害却仍顾念旧情，甚至愿意接纳悔过妻子的可怜老实人。舆论彻底发酵，刘芳几乎不敢出门，每次出门买菜都要全副武装，速去速回。网上甚至出现了一些本地自媒体扒皮帖，虽然隐去了真实姓名和具体小区，但知情人一看便知，他的社会性死亡完成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岳父母出门访友，我把刘芳叫到阳台。季伯昌昨天又试图联系你，发短信到你的旧号码，求你看在旧情上，借他点钱渡过难关。我晃了晃我的手机，我早已将他的旧号码呼叫转移到了我这里。刘芳瞬间面无血色。我没有，我早就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老公，你相信我。那我相信你没回应，但你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留下的这个缝，总是会招惹这些肮脏的东西。我走近他，俯视着他惊恐的眼睛。你知道吗？我最近总在想，如果我们有个孩子，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你会不会因为母亲的责任收敛一点？刘芳眼中猛地燃起一丝极其微弱的希望，她急切地抓住我的袖子。老公，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马上要个孩子，我会是个好妈妈的，我一定会用全部来爱我们的孩子，弥补我犯下的错。是吗？我轻轻拨开他的手，语气骤然变得冰冷刺骨。可惜我不想要了，尤其是想到你曾经可能怀过别人的野种，甚至你现在这个身体里还残留着，我都觉得恶心。刘芳，你这辈子都不配再做我孩子的母亲了，这是我们家的血脉，不能被你玷污。这句话彻底击垮了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他瘫软在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神空洞，仿佛被抽走了灵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摧毁他赖以维系最后一点尊严和希望的东西。从今以后，他将活在这个我赐予他的监狱里，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尊严、没有社交、没有未来，甚至被剥夺了生育希望的空壳。而他深爱的父母将会是我最坚定的狱卒，因为他们对我的愧疚和对他不争气的愤怒。我会继续扮演那个宽宏大量却难掩伤痛的丈夫，在他父母面前维持着虚假的和谐，而他将用余下的每一天为他那短暂的欢愉支付漫长而痛苦的罚金。我转身离开阳台，留下他一个人沉浸在无尽的寒冷与绝望中。窗外阳光正好，我的嘴角终于扬起了一丝真切而快意的笑容。我以为游戏快要进入乏味的惩罚阶段，却没想到猎物自己加了一场戏。3个月后，几乎从本地商圈消失的纪伯昌，居然气势般的复活了。传言他攀上了一个丧偶多年的外地女富商，用尽浑身解数哄得对方心花怒放。
不仅注资挽救了他的公司，还利用人脉帮他拿到了2个政府边缘项目。他离婚了，付了一笔不小的代价，彻底摆脱了前妻家族。如今他开着比过去更豪华的车，出入更高档的场所，人模狗样，春风得意。这些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我家。刘芳在厨房洗碗时，我无意间用手机外放了一条关于济国昌公司新项目启动的本地财经短信，陶瓷碗盘碰撞的声音戛然而止。我从他瞬间僵直的背影和微微颤抖的手指，读到了死灰复燃的愚蠢希望。老狗改不了吃屎，有些人撞了南墙，想的不是回头，而是觉得墙不够硬。我放下手机，眼底一片冰寒。既然你们还想演，那我就奉陪到底，把这场戏推向最高潮。我先是假装接到公司安排，需要频繁短期出差，每次2、3天。临走前，我会特意对刘芳说，在家照顾好爸妈，别再让我失望。眼神里带着疲惫和一丝若有若无的信任。我知道，我离开后，那套他自以为隐秘的接打电话和收到的短信都会同步到我这里。老弟，接打电话和收到的短信都会同步到我查了一下，没多久，纪伯昌的号码果然一次次出现了。起初刘芳不敢接，但压抑太久的人急需一个出口。在我第3次出差的那个晚上，他颤抖着按下了接听。我知道你受苦了，那个王八蛋是不是天天折磨你？我现在好了，有钱了，我能保护你了。离开他，跟我走吧，我们重新开始。你别骗我，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会骗你？我现在一切都是为了你争的。那个黄脸婆我已经摔了。只要你来，你就是季太太。明天下午老地方见，我给你带了礼物，好好安慰你。老地方，我查了一下定位，是郊区一个以私密性著称的温泉度假酒店。早就想找机会把它踩。我坐在家对面的酒店里，看着同步过来的通话记录和即将生成的酒店预订信息笑了，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李哥，上次说的关于昌达实业在河西项目上用不合格建材的举报材料，可以再加点猛料。对，我这边有他们内部人员无义务透露的采购单和检测报告，一会儿发你。还有，他们季总好像生活作风还是不太检点，明天下午再在云顶温泉，可能又有商务洽谈。你们跑民生新闻的记者应该有兴趣吧？电话那头是我早就打点好的媒体人。纪伯昌以为靠上富婆就能高枕无忧，他不知道那富婆的竞争对手早就想找机会把他踩下去了，而我只是恰好提供了一些关键的关系，并好心预告了他的行踪。明天下午在云顶温泉，可能又有商务洽谈。你们跑民生新闻的记者应该有兴趣吧？电话那头是我早就打点好的媒体人。纪伯昌以为靠上了富婆就能高枕无忧，他不知道那富婆的竞争对手早就想找机会把他踩下去了，而我只是恰好提供了一些关键的弹药，并好心预告了他的行踪。刘芳精心打扮，带着一种逃离牢笼的兴奋和破罐破摔的决绝，赴约了。他不知道，从他出门那一刻起，至少有3拨人在关注他。我雇的私家侦探，收了钱的八卦记者，还有纪伯昌安排的用来偷拍证据的人。纪伯昌打的算盘，我大概能猜到，玩弄、控制，或许将来还能用这些把柄要挟刘芳，甚至恶心我。刘芳精心打扮，带着一种逃离牢笼的兴奋和破罐破摔的决绝，赴约了。他不知道，从他出门那一刻起，至少有3拨人在关注他。我雇的私家侦探，收了钱的八卦记者，还有纪伯昌安排的用来偷拍证据的人。纪伯昌打的算盘，我大概能猜到，玩弄、控制，或许将来还能用这些把柄要挟刘芳，甚至恶心我。他们进了房间，私家侦探在对面楼用长焦镜头记录，记者蹲守在大堂和停车场。起初的画面看起来似乎是旧情复燃、干柴烈火，但很快情况急转直下。纪伯昌并没有他电话里那般温柔，而是动作粗暴，言语充满羞辱。装什么清纯？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让我心痒的小秘书吗？你不过是个被王宇玩烂了又扔不掉的货色。要不是因为你，老子之前能栽那么大跟头。你知道我为了翻身伺候那个老女人有多恶心吗？这一切都得算在你头上。不是的，国忠，我是爱你的。别打我！爱我的钱吧。告诉你，现在老子有钱了，但你就只配当个见不得光的玩物。听话，把我伺候舒服了，说不定赏你点零花钱。不听话，我就把这些照片视频发给你那宽宏大量的老公，还有你爸妈，让全城人都再看看你这副贱样。接下来的画面和声音不堪入目，纪伯昌将生意失败、尊严丧失的怒火全都发泄在了刘芳身上。刘芳从最初的期待到惊恐，再到绝望的麻木，仅仅用了1个下午。而我在远程观看这些实时直播时，心情平静无波，甚至有点想笑。看，这就是你背叛一切所选择的爱情和依靠。就在纪伯昌志得意满准备离开房间时，房门被敲响了。门外站着的不只是酒店保安，还有闻风而来的记者。闪光灯瞬间亮成一片，纪伯昌衣衫不整、惊慌失措的脸和刘芳蜷缩在角落、狼狈不堪的身影被清晰的定格。
与此同时，网络上关于昌达实业工程质量、财务造假、纪伯昌私生活混乱的黑料全面爆发，势头之猛远超第一次。那位富婆第一时间发布了切割声明，撤资，划清界限。纪伯昌刚刚搭建起来的纸牌屋，在1天之内轰然倒塌，比上次更彻底，永无翻身之日。刘芳就像夹着尾巴一样溜回家的，脸上有遮不住的淤青，眼神涣散，精神恍惚。纪伯昌的羞辱殴打，事发的惊恐，网络的2次曝光，彻底击碎了他。岳父母已经从手机推送的本地新闻里看到了那打了马赛克却依然能认出是自己女儿的重磅爆料，家里气压低的可怕。刘芳一进门，岳父刘华强猛地站起，捂住胸口，脸色紫红，一句话没说出来，直接晕倒在地。老头子。又是一场兵荒马乱的急救，这一次刘华强没醒来，突发性大面积心梗，抢救无效。病人突发性大面积心梗，我们尽力了，但抢救无效，请家属节哀。岳母李翠花哭晕过去几次，她指着刘芳嘶哑地骂：滚！你不是我女儿，你是害死你爸的凶手，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刘芳被彻底赶出了家门，无论是她父母的家，还是法律上已完全属于我的家，她身无分文，名声恶臭，精神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而我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遭遇妻子再次背叛，又承受岳父去世打击的悲情角色。我妥善料理了岳父的后事，安慰着悲痛欲绝的岳母。他坚持搬回了老房子，对刘芳的惨状表现出一种冰冷的、不再有任何波澜的漠然。刘芳，我们俩清了，你自由了，去追寻你的爱情吧。只是别忘了，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这句话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幻听、幻觉，总觉得有人跟踪他、骂他，觉得纪伯昌要来杀他，觉得父母在诅咒他。他流落街头，疯疯癫癫，最终因为在一次企图攻击幻影中的纪伯昌时被警方控制，经司法鉴定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强制送进了市精神病院。我去探望过一次，隔着厚厚的玻璃，他穿着束缚衣，眼神空洞，嘴里念念有词，时而尖叫，时而傻笑，已经完全认不出人了。纪伯昌更惨，事业彻底毁灭，还面临多项指控，债主堵门，众叛亲离，最后不知所踪，据说躲到哪个偏远地方苟延残喘去了。至此，我的计划完美收官。所有伤害我的人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甚至超额的惩罚。我卖掉了那处充满晦气的房子，换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投资了一个小工作室，做我真正喜欢的设计工作。1年后，我在洱海边遇到一个笑容清澈、喜欢画画的女孩，她不知道我的过去，只认识现在的我。我们慢慢接触，彼此吸引。又是一个黄昏，我们坐在阳台，看着洱海的落日余晖。她靠在我肩头，轻声问道：“你总像藏着一段故事，有时候看起来好远。”都过去了，现在和未来才是最重要的。远处的苍山洱海静谧如画，仿佛从未沾染过那些肮脏与血腥。我的新生活在彻底洗牌的废墟上，安静而扎实地开始了。